男人把昏迷的女人抱进仓库，女人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男人死死掐住脖子。女人痛苦发出呻吟，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。完事后，男人起身走向前方的摄像头，原来他把刚才发生的事给录了下来。女人彻底崩溃了，哀求男人把视频删掉。可男人不仅没有删除视频，反而拿起旁边的铁链将女人拴起来。这个女人名叫慧珍，是一个刚入职不久的小职员，在公司人微言轻，上司向她伸出咸猪手，慧珍也不敢反抗，因为再过1周就要转正考核了。如果这个时候跟上司翻脸，她就会失去这份工作。所以慧珍强忍着屈辱，笑脸相迎。旁边的女同事则一副看戏的样子，十分瞧不起慧珍。送走老板和同事后，慧珍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前男友段坤来电，慧珍看了一眼手机，直接挂断电话。躲在一旁的段坤气不打一处来，跑出来拦在慧珍眼前。原来刚刚的一切他都目睹了，不仅没有出面替慧珍解围，还误以为慧珍背叛自己，强行将慧珍拉上车。在车里，慧珍好说歹说，表示二人已经分手，没有必要再纠缠。段坤却一副小人模样，死活不放过慧珍。看着慧珍开叉的裙子，一股邪念油然而生。他将手伸向了慧珍的裙子下面，慧珍一把撒开他的手。段坤见慧珍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把揪起她的头发，一拳干晕了她，然后将她带到了郊外的一个秘密基地里，趁着慧珍昏迷强行发生关系。慧珍在阵痛中醒来，发现两个人刚刚发生的过程全都被录了下来。慧珍要求段坤把视频删掉，段坤才不管那么多，自顾自地拿出一根铁链绑在慧珍脚上。慧珍怎么也不会想到前男友会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。段坤大骂慧珍是女人，每天穿得这么性感，肯定是跟男上司有过苟且之事，要不然刚才下班的时候两个人怎么会那么暧昧。慧珍很愤怒，说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。可段坤就像是疯了一样，说漂亮的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谎话连篇，喜新厌旧，要不然也不会跟自己分手。说完就愤怒地离开了，独留慧珍躺在地上无助地哭泣。第二天，慧珍从睡梦中醒来，突然发现前方站着一个女人，女人下半身只穿着一条黑色短裤，脚上也被铁链锁着。慧珍被吓得躲到角落瑟瑟发抖，很明显女人也是被段坤囚禁在这里的。慧珍看着女人一副自在的样子，仿佛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。看来女人已经不是1天2天被囚禁在这里了。女人友好地将一块毛巾扔给慧珍，让慧珍擦擦。慧珍没有拒绝女人的好意，拿过毛巾擦拭身体。这时女人坐在沙发上，讲起自己的往事。女人名叫恩熙，1周之前她被男朋友甩了，在天桥上难过的时候，正巧遇见了段坤。渣男情话张嘴就来，撩妹不分场合。失恋的恩熙主动投怀送抱，两人一拍即合。可能是为了报复前男友，当晚两个人就发生了关系。慧珍听完不禁咒骂段坤是渣男，问起恩熙为什么会被囚禁在这里。恩熙说出了缘由，在恩熙很小的时候，父母便去世了，于是恩熙和爷爷一起生活。可爷爷经常对他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，总是把恩熙关到小黑屋里，帮他做一些非常恶心的事。如果恩熙不配合，爷爷就不给他东西吃。直到后来爷爷去世了，恩熙又被一个老汉收养，老汉对他十分要好，但因为恩熙和爷爷住的那几年留下了可怕的阴影，为了不被老汉抛弃，恩熙主动讨好老汉。久而久之，恩熙学会了用身体赚钱。直到遇到一个想白食的顾客，男人因为没有钱打算赖账，恩熙知道自己命苦，也见不得别人可怜，便打算不再讨要。男人见恩熙如此的有情有义，就把自己的300个比特币送给了恩熙，而恩熙并没有当回事。那个时候这些东西还不值钱，没想到几年后比特币暴涨，摇身一变成了富家女。段坤为了得到比特币，不惜囚禁恩熙，逼迫恩熙说出比特币的下落，可恩熙就是不说，总是吊着段坤。慧珍听得云里雾里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段坤回来了，慧珍连忙爬到他的跟前，祈求能不能放了自己。段坤不以为然，反而用手机敲起了慧珍的头，表示就是要给她一点颜色瞧瞧。慧珍被敲得不耐烦，在大骂一句神经病后，直接送给他一记大嘴巴子。殊不知这一巴掌再次激怒了段坤，他将慧珍的手反绑起来，再次进行了侮辱。这个男人简直是变态，一脚将女人踹在沙发上，然后用脚使劲踩在女人脸上。女人非常珍惜自己的容貌，生怕会毁容，于是赶紧求饶。이러지마 자기야. 얼굴 맘까지면 안 된단 말이야. 愿意把比特币的密码藏匿位置告诉段坤，段坤这才松了脚。恩熙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镜子端详自己有没有毁容，见容颜没有受损，很是满意。段坤来到恩熙家，果然找到了一个笔记本，不过上面的密码只有一半。段坤感觉自己被耍了，他拎起铁棍，怒气冲冲回来，质问恩熙剩余密码。
恩熙则一副戏耍他的模样，要想得到剩余的密码，就得答应他的要求，给他买护肤品。段坤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给恩熙买来了化妆品。这时的恩熙全身不舒服，他想去厕所，可段坤偏偏不让。恩熙拿出剩余的密码作为交换，段坤这才同意让慧珍去上厕所。这天，段坤又被催债了，没有钱的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比特币身上。可恩熙死活不说出比特币的下落，尽管有密码，可不知道比特币的下落还是没有用。段坤打算用情来感化恩熙，恩熙却不为所动，反而更加唾弃段坤这种行为。段坤被说急了眼，他死死地掐住恩熙，抽出纸张，死死摁住恩熙的嘴，然后一边擦掉恩熙脸上的妆容，一边拆穿恩熙整容的事情。恩熙使劲挣脱束缚，大方承认自己就是整容了，还不是为了讨男人欢喜，各种言语刺激段坤。段坤一把揪住恩熙的头发，一拳打在恩熙的腹部。看不下去的慧珍急忙叫段坤住手，段坤却像个精神病一样，直接过去强吻慧珍。慧珍拿起先前藏好的牙刷，一下、两下、3下，使劲戳在段坤后背上，却没有丝毫的杀伤力。段坤一把推开了慧珍，慧珍不放弃，又再次拿起牙刷戳向他。段坤直接将慧珍撂倒，像个疯子一般嘲笑慧珍。恩熙从地上艰难地爬到沙发上，继续激怒段坤。段坤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看着恩熙，看来还没有被打够。但是为了钱，段坤也只能选择隐忍。他打算先利用慧珍给自己赚点钱周转下，于是将慧珍的信息发布在网上，并配文晚上8点共享女友。不知情的慧珍拼命扯着铁链，企图逃出升天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慧珍就扯断了铁链。他跑过去帮恩熙逃跑，使劲一扯，居然轻轻松松就将铁链扯开了。慧珍顿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傻子，被戏弄了，大骂恩熙是个疯女人，然后急忙逃了出去。可没多久就被段坤抱了回来。夜里，2个陌生男人来到仓库里，趁着慧珍昏迷之际，直接扑了上去。女孩被前男友绑架，还被用来赚钱。完事后，男人们穿衣离开，留下衣衫不整的慧珍。慧珍从昏迷中苏醒，只觉得浑身疼痛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抬头看到蜷缩在沙发上的恩熙，询问发生了什么。恩熙低头不语。慧珍伸手触摸腹部，一阵疼痛传来，她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受到了侵犯。这时，段坤从身后冒出来，像个恶魔一样，扬言要毁掉慧珍。慧珍破罐子破摔，她已经被逼疯了，大骂段坤就是个疯子，一个没人疼、没人爱的可怜虫，有本事杀了我！段坤见状更来劲了，解开裤子，再次侵犯慧珍。这次慧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站起身来，脱掉外套，要给段坤看个够。段坤彻底被激怒，一脚踹倒了慧珍，然后用尽全力朝他打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身后的恩熙起身，一步步朝段坤走去，一下子砸晕了段坤。第二天，恩熙给慧珍化好妆，从包裹里拿出一把枪。原来这把枪是段坤无意中从恩熙家里带来了。可怜的段坤还不知道上了恩熙的当。恩熙将手枪递给慧珍，带着慧珍来到段坤跟前，只要慧珍扣动扳机，就能结束这糟糕的一切。慧珍浑身颤抖，虽然段坤死有余辜，但这事也应该把他交给警方处理。恩熙告诉他，如果报了警，别人就会知道他们被玷污的事，他们不会同情，只会嘲笑。弱者总是这样患得患失，任人践踏。恩熙表示自己会帮助他处理后事的。就在慧珍不知要不要下手时，段坤瞄准时机，一脚踹翻2人。他眼疾手快地掐住恩熙，逼迫恩熙说出比特币的下落。慧珍举起枪让其停下来，段坤断定慧珍不敢开枪，朝慧珍跑去。慧珍举起枪直接射击，一枪打中了段坤的大腿，让他丧失行动能力。恩熙赶紧从段坤口袋里拿出手机递给慧珍，让慧珍删掉里面的视频，然后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回去过平静的生活。恩熙则留下来处理段坤。慧珍想要恩熙一同离开，可恩熙已经对外面那个糟糕的世界失望透顶，出去又能做什么呢？慧珍见他如此，也不再阻拦，起身刚准备离开，却看到了仓库里的摄像头。慧珍来到段坤的电脑桌前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帖子，原来自己被侵犯的视频他已经发到了网上。慧珍发了疯的回到仓库里，拿起钢管砸在段坤身上，一下还不解气，举起钢管连续好几下。可是即便打死了这个人渣，又能怎样呢？那些视频已经被传疯了，慧珍此刻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他突然想起恩熙还有很多比特币，希望恩熙能够帮助他，他们可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。可恩熙告诉慧珍，他的比特币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卖掉了，那时候还没涨价呢。他现在是身无分文，出去也没有地方可以去，还不如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待着。他从一开始就是吊着段坤的味儿。慧珍一下子陷入了绝望，那种无力感瞬间席卷了他的全身。今后要怎么活，他根本不知道。一场闹剧到此结束。这是韩国的一部小成本影片，3个年轻人直接将人性的丑恶呈现出来。恩熙从小生活艰难，让他明白了讨好别人才能过得更好，却不知一个人要想过得好
好还得靠自己。而段坤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，得不到就要毁掉。他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慧珍，却总是伤害慧珍。为了生存，他不仅囚禁慧珍，还拿慧珍的身体替他赚钱。这样的人实在可恨，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人性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